约翰和玛丽是大学同学。约翰从25岁到34岁，每年在他的基金账户存入20万元，年利率为 8%， 投资10年后总投资200万元，并且再也不投入1分钱。而玛丽直到35岁才开始投资，然后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年投入20万元，总投资600万元。你觉得当两人65岁退休时，谁的钱会比较多？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复利。你可能听过爱因斯坦说过，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而你真的了解复利的威力吗？复利就是指你的本金和收益不断的在投入市场，让你的钱随着时间呈指数成长。复利虽然只是简单2个字，但其实它会影响你的财富增长，甚至决定你是否能运用它，尽早达到财富自由。在这期的影片中，我将告诉你什么是复利的威力，接着我会分享适合复利投资的3种方法，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风险偏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会分享一些进行股票复利投资的心理障碍，并且提供一些方法，让你可以采取行动，并且能够坚持复利投资。毕竟找到方法却无法做到，一切也是枉然，不是吗？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复利的威力。大家喜欢看书吗？原子习惯，这是一本一出版立刻风行全球的畅销书。里面有一段经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实在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段话就是，如果你每天进步 1%， 那么1年后你会变成现在的37倍。如果你每天退步 1%， 那么1年后你会弱化到趋近于0。这就是复利效果的威力，它告诉我们，每天做出一小点的改变，就可以在长期带来巨大的成就。行为上微小的改变是个人投资，透过复利带来的威力，增进个人巨大成就。复利的效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它。直到有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天，说到复利的威力时，居然有人会跟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所以我已经把钱存银行定存啦。定存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不会赔钱啊。金融危机时，我可以安心睡觉啊，这样就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不过我的想法是，在过去利率 10% 以上的时代，靠定存和储蓄险真的是非常保险的投资。但是在现在万物皆涨、钱变薄的时代，现在银行定存和储蓄险的利率是绝对赶不上通货膨胀速度的。银行存款 1.5%， 通货膨胀至少2到3%。在这个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的时代，如果只把钱放在银行定存，我们的钱只会越来越薄，我们的购买力也会在复利的指数增长威力下急速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复利效果运用到股票投资，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能够用股票投资来享受复利的力量，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巴菲特一样变得富有呢？如果你心动了，那你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你用股票投资来实现复利效果，不只快速滚出人生第一桶金，还很快帮助你实现财富自由。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介绍3种适合股票复利投资的方法。在我们继续说下去之前，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让更多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有了你的鼓励和支持，才会让我更加有动力继续做影片分享给大家哦。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看吧。
第一种方法是定期投资。定期投资又被称作定期定额、懒人投资法、平均成本法。透过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固定的投入一笔金额，买入一支或多支股票或基金，并且持续进行。这样可以让你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并且平均成本。当股票上涨时，你会买到比较少的股数，但是当股价下跌时，你可以买到比较多的股数。长期来看，你会享有比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定期定额可以说是最容易上手的投资方式。这种方式不只可以强迫自己储蓄投资，符合那些没有时间或能力分析市场走势的人，也适合想中长期投资的人。只要选择一些优质的股票或基金，并且长期持有，就可以享受到市场上的上涨趋势。第二种方式是股息再投资。股息再投资就是将收到的股息再买入更多的股票或基金，这样可以让你增加本金和收益。这种方式适合那些喜欢稳定现金流入的人，只要选择一些高股息的股票或基金，并且不断的再投资，就可以享受到股息的复利效果。这种策略需要长期的投资观念和耐心，因为股市有波动，投资的股票或基金价格可能会有变化，但是长期来看，股息再投资是一个增加财富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享受稳定现金流入的投资者来说。现在让我结合刚刚说的两个方式，定期定额与股息再投资来举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它们强大的威力。假设你今年30岁，你每年拿出12万元买入稳定配息的股票或基金，并且持续不间断30年。假设你每年都可以拿到 8% 的股息，而当你拿到股息后，就再拿去买更多的股票或基金。那么30年后，当你要退休的时候，你猜猜你会累积多少资产？答案是你将会有将近1468万元，其中包含你自己投入的本金360万元。但是如果你只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每年固定拿着 1.5% 的利息，那么30年后你只会有457万元，其中也包含你自己投入的本金360万。针对两者的报酬差距整整差了 11.4 倍耶。而这就是定期投资加股息再投资，两者结合后长期复利的效果。第三种方法是指数基金。指数基金是一种跟着市场指数走的基金，比如说台湾的0050，它就是跟着台湾加权指数走的。你只要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固定拿出一笔钱来买这种基金，不管市场是涨是跌，都不用管它。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会被自己的情绪影响，也不会错过市场的低点，而且你的成本也会平均下来。你买的基金会随着市场一起增值，你的本金和收益也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再拿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基金，就会产生复利效果。这样做可以让你长期享受市场上的平均回报，而且比单利还要高。这种方式也可以让你分散风险，因为你不是只买一种股票，而是买整个市场。所以如果你想要简单有效的投资市场，你可以选择一些费率低的指数基金，然后长期持有。这个方式适合那些不想花时间研究个别股票，想要简单方便投资的人。我把刚刚介绍的3种方法做成了一个表格，让大家清楚知道它们的定义、优点和适合的投资人，供大家参考。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很不错吧？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心理障碍，让你不想开始或是持续复利投资。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很糟糕，因为等于放弃了让我们能够成功的运用股票复利投资以获取长期收益的机会。所以
接下来就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心理障碍和建议改变的方法吧。第一个心理障碍是投资拖延症。投资拖延症患者会说什么呢？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我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投资，等我存够了再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习投资，等我有空了再说。我现在不懂投资，怕做错决定，等我学会了再说。我现在不敢投资，怕赔钱，等市场稳定了再说。我现在不想投资，觉得没有必要，等我需要钱了再说。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合理，但其实都是自己欺骗自己的借口。因为如果你一直这样想，你永远都不会开始投资，也永远都不会享受到投资的好处。你要记得，投资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件事情。你要从今天就开始培养投资的习惯，才能够让你的钱为你工作，而不是让你为钱工作。贝斯科布林纳是一位美国个人理财评论家和记者，他分享了全新的见解和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希望帮助大家形成健康的理财习惯，并且终其一生。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您从25岁到34岁，每年在退休账户中存入$1000，年利率为 8%， 并且再也不投资一分钱，那么到65岁时，你的$10,000美金投资将增加到$157,435。但是如果你直到你35岁才开始投资，然后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年投资$1000，总投资$30,000，到65岁时，你将只有$122,346。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例子跟影片一开头的问题很类似？到底约翰和玛丽他们到65岁时，谁的钱会比较多呢？答案就是25岁就开始投资的约翰。所以这告诉我们，早点开始让你的钱有足够的时间累积，不要再借口拖延，赶快行动吧。第二个心理障碍是缺乏耐心。有一次，亚马逊 CEO 贝佐斯问巴菲特：“你的投资理念那么简单，为什么大家不直接接受你的做法呢？”巴菲特说：“因为很少人愿意慢慢变有钱。”其实投资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困难，重点就是你有没有耐心。复利投资就像种树一样，你不能指望种下去就马上结果，你要让它慢慢长大，才能够收获满满的果实。所以你要有耐心，不要放弃复利投资，时间会帮你赚钱。怎么有耐心呢？很简单，就是设定清楚而且长远的理财目标，比如存多少钱、退休金或教育基金，然后坚持把钱专门用来投资，不要动用，这样才有办法让复利发挥效果。如果你每年都拿出利息来花掉，那就没有复利了，就只有单利。所以我们要坚持把钱留在投资里面，让它不断的滚水球。第三个心理障碍是害怕风险。你可能觉得复利投资太冒险了，你担心市场会变动，你的钱会亏损，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把钱存到银行里。没错，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股票投资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当你投资时，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比如你承担的风险。我们也可以做好资产配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此一来，我们还是可以既享受复利带给我们的好处，也可以做到分散风险。而且长期来看，市场是会上涨的。复利投资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虽然有时候会有起伏和惊吓，但是最后都会平安到达目的地，而且还会很刺激、很有趣。所以你不要害怕风险，而要学习管理风险。只要你选择合适的投资方法，并且长期坚持，你就可以用复利的投资让你的财富增长。最后一个心理障碍是缺乏知识。你可能觉得复利投资太复杂了，
你不知道怎么样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或者怎么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找一个专家来帮你做决定，或者根本不想学习投资知识。但是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复利投资其实需要你自己去了解和掌握，而且没有人会比你自己更关心你的钱。你要记得，复利投资就像学习一样，你不能够指望别人替你做功课，你要自己去读书和做练习，才能够学到知识和技能。所以你要有好奇心，不要缺乏知识，相信学习会帮助你增长财富。还记得《原子习惯》一书说的，如果你每天都进步 1%， 一年下来实力会是以前的 37.8 倍，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关于复利的威力、适合复利投资的3个方式和克服心理障碍的建议。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让你可以开始或持续复利投资，让你的钱为你工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让更多人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有了你的鼓励和支持，才会让我更加有动力继续做影片分享给大家哦。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期待下次的相遇，我们再见。